望，芳华家色自茂。那春花娇艳似水难忘，纵欲无尽，却总是能引人惆怅。独自流醉，暂忘是你留下。断桥边，寂寞多是低藏。往来客，热闹是他人场。旧交春愁，繁华总是难遮掩住惆怅。独留情深，年年无凭托望。不相认，这竟是烟雨一场。不相看，聚散离合空茫。一过三沟，任笑影似流往昔的红妆。今夜醉，泡影入眠相望。宅斗剧敬茶是第一关，不能迟到来早了。夫人，坐会儿。奴婢还是站着吧。哎呀，天天都站着，坐下歇会儿啊。哟，怎么这么早啊？婆婆你来了。来这么早，当然是来给您敬茶了。婆婆在上，请。乖。原以为啊，你起不来呢，没想到你这么懂规矩。快起来，坐下。哎，你们都先下去吧。是，我要跟我儿媳妇说说话。春雨昨晚上折腾你了吧？啊？算了算了，你们女孩子家害羞，不说也罢。我知道你身边也没个家人，以后啊，春雨要是敢欺负你，就告诉我，我给你做主。婆婆，比心。你也是知道的，春雨并非我亲生，所以她心存芥蒂也是自然的。可是我这继母也难当啊，我知道对她不好那是不对的，可是我对她太好了，别人难免也会说我虚情假意。这下好了，你来了，以后你要多多成全我们母子啊。你放心吧，婆婆，我会的。淳于呢，是我们侯府的长子世子，将来的侯爷。我那个儿子淳风啊，不成器，以后我们母子啊，少不了要看淳于的脸色，所以锦轩，到时候你一定要帮我啊。婆婆，你言重了。淳风的老婆是谁啊？那是琉璃郡主，搭上郡主不就搭上长公主了吗？真不用我帮。那个琉璃呀，她不骑在我头上就不错了。来人呐！夫人，二房呢？怎么还没来啊？已经去叫过好几回了，可都被小雅姑娘给挡了回来，说琉璃郡主还在歇息。那就敲门，把她叫醒。春风早就跟他父亲到朝中议事去了，他一个人想睡到什么时候啊？还不快去！哟，这一大清早的，婆婆火气够大呀！怪本郡主起得晚，你怎么不问问你儿子昨天晚上都干了些什么？你住嘴！闺房中的事情，是随便挂在嘴上说的吗？哟，刚才还问我来着，你这可有点双标啊！郡主来了，
嗨，昨天晚上纯风一把鼻涕一把眼泪的拉着本郡主喝酒聊天，诉说这么多年她在家里是如何遭人掣肘的。婆婆是不是误会我的意思了？来，婆婆喝茶。敬茶是要跪下的。君臣有别，哪有君贵臣的道理？自古新婚给长辈敬茶，这是千百年来的礼数。皇上大婚都得按照这个礼数来。怎么？你是觉得你的身份比皇上还要高贵吗？哪里？琉璃这不是给婆婆奉茶了吗？婆婆还想怎么样？锦轩是长媳，是世子夫人，将来这个侯府的女主人，你也要给她敬茶。不可能！你放肆！本郡主不是不愿意给嫂嫂奉茶，只是平日里我都是给皇上和皇姑姑奉茶的，怕这茶嫂嫂消受不起。消受不起，消受不起。哎，没关系，多大点事儿啊？不就一杯茶吗？不用了，不用了，不用了。算你识相。慢着！我府中娶的是儿媳妇，不是请来的神佛。既然郡主把我们都当臣子看待，我们怎么把郡主当一家人呢？你什么意思啊？哼，既然不是一家人，那我明天就进宫，向皇上和长公主请罪，让他们把这尊佛给请回去。你这是要休了我吗？你敢吗？不是二位，你没必要玩这么大吧？消消气，都消消气，消消气啊！我也不想鱼死网破。自古出嫁随夫，别怪我用婆婆的身份压你。好，不就是一杯茶吗？本郡主奉就是了。嫂嫂，接茶。哎呀，对不起，手滑了。琉璃，你给我站住！哇塞，手滑！你当你是点错赞的明星啊？哎呀，没烫着吧？婆婆，您人真好，让你受委屈了。郡主饶命了，是夫人吩咐奴婢先把茶点送到长房的。郡主，既然是夫人吩咐的，那你去求夫人啊，求本郡主做什么？住手！住手！你们干嘛呢？自己没长眼睛吗？不会看吗？你看我不顺眼，冲我来就行了。你干嘛拿一个小丫鬟撒气啊？你有婆婆护着，本郡主敢看你不顺眼吗？但是这个丫头是本郡主的丫头，本郡主想怎么打就怎么打，与你何干？继续打。是，不许打。姑娘，你还好吧？奴婢没事，谢世子夫人。我问你，你是宫里来的吗？不是，奴婢是被管家买进来的。既然不是宫里带过来的，那就称不上是郡主的丫鬟，而是下府的丫鬟。正好，我长房缺一个随身伺候的，你愿意跟我吗？奴婢，哎呀，你不用怕她，就算是郡主，在下府也不能只手遮天。奴婢愿意。那就好。来，郡主，你听清楚了，这个丫鬟以后就是我的了。打狗看主人，你要是再欺负她，可就是欺负我长房了。你以为一个长房的称呼就能压得住我？当然不能了。什么长房啦、郡主啦、世子啦、世子夫人啦，都是虚名。郡主真正在意的，难道不是我能和夏淳于睡在一个屋里，而你不能吗？走了，拜。素心，你不准走，让他走。郡主，
什么破郡主，这么狠，简直就是电视剧里边恶毒女二的标配。今天要不是我，你得被他给打死。来，我帮你，别动。好了，后背好了，我帮你看看胳膊。夫人，你已经为奴婢做的够多了，手上的我自己来吧。哎，没事，我帮你吧，我帮你弄得快。不用了，夫人，您对奴婢这么好，是要折奴婢的寿的。好吧，好吧，你这个理由赢了，那你自己来吧。世子爷，是你？他跟你说了些什么？他就是一个江湖骗子，一个字都不能信。你发什么神经啊！一上来就说人家是江湖骗子。他不仅是一个骗子，还是在成亲那天杀我的刺客。什么？世子爷，你认错人了吧？奴婢可是半点武功都不会。对啊，他根本就什么都不。这是，这就是你那天跟我打斗受的伤吧？你干嘛呀？男女授受不亲，你不知道啊？他这个伤口是我今天亲眼看见他被琉璃打伤的，正是因为他被琉璃欺负，我才把他收到身边的。那是假的，套路啊，瑶瑶，你说过的套路你忘了吗？好，既然你说他是刺客，那我问你，你记不记得成亲当天你对我说过什么？你说你没看清楚刺客的脸。现在呢，苏心武功也不会，伤口也不对，你凭什么断定他就是刺客？就凭你回来就发疯吗？我当然看清楚了，他这张脸，这身衣服，我一辈子都不会忘记的。瑶瑶，我当时真的没有时间跟你说那么多。总之，这个女人不能留在这里。你马上给我滚，我可以留你一条狗命。不行，夏春雨，你现在至少违反了2条契约：第一，你对我撒谎。第二，说好的家里的事情我做主。现在不是谈契约的时候，他处心积虑的想要靠近你，博取你的同情，这背后一定有阴谋，你相信我好吗？夫人，世子爷，你们别吵了。世子爷不喜欢奴婢，奴婢走就是了。夫人救了奴婢的命，奴婢不能给夫人添乱。苏心，你知不知道你现在出去会被琉璃给打死的？夫人，你还是让我走吧。不要！哎呀，你听我说，哎，苏心，你看到了吧？就这么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人，怎么可能是刺客？我知道你要说他是装的，是吧？好，那我们把他留下来行不行？看他到底有一个什么样的惊天大阴谋。他在你身边，你会有危险的。我不怕。好。你别怕，有我在，蠢驴不会把你怎么样的。这么多年，我一直想避开侯府的尔虞我诈，互相算计，没想到最后还是避不开。青柳，他真的跟你长得一模一样，我相信这一定不是巧合，是有人在故技重施。我一定不会让他得逞的，我一定不会让任何人伤害我最爱的人。清凉，我的茶你沏好了吗？你在干什么？是夫人，青柳谋害世子，罪大恶极，给我打！是你，别打我！都别打了！清凉，清凉。清凉，清凉，清凉！
不用担心，没着火。哎，我在做一些新鲜玩意儿。是你？啊？你认识我？啊，你是誉王殿下吗？你失忆了。你这是干什么呢？我在做一个能测出人真心的药水，用了这种药水啊，人就不会再撒谎骗人了。测谎药水？对。你到底是科学家还是哆啦 A 梦啊？啊？什么意思啊？哦，我是说你很厉害。其实啊，我做这些事儿，挺多人说我是胡闹的。寄人篱下，只能做一些让人瞧不起的事情。哎，我跟你说，你千万不能自己瞧不起自己，说不定日后你这些发明啊、创造啊，都能派上大用场的。你这么会安慰人，怪不得纯玉会喜欢你，非要娶你做夫人呢。我不想提那个蠢驴。那你先忙着，我先走了啊。好。少夫人，夫人有请。哦，走吧。婆婆，你找我？快坐。这呀，是我亲手为你熬的银耳羹，尝尝。多喝点儿，好好调理一下你的身子，赶快生个大胖儿子。哦，怎么了？想问下婆婆知不知道，后山有一座孤坟，墓碑上连名字都没有。你发现了？春玉没有告诉你吗？我跟她因为一个丫鬟吵了一架，我怀疑这个丫鬟和那个墓碑的主人有关系。可这事儿吧，我又不好直接问她。春玉啊，是10岁的时候被接回侯府的，当时他那个样子，俨然就是一个小和尚。他和其他孩子都玩不到一起去，除了誉王明玉。在他13岁的时候，侯爷就把丫鬟青柳送到他房里，想着让一个女孩改改她的性子。可是日子久了，青柳便生出了当正室的心，他还给淳于下药，迷惑她的心智。我当然不能姑息养奸了，于是我叫人打了他。谁想到啊，那些下人下手是重了一些。就是因为这样，蠢驴才会对你这个后妈心生芥蒂吧？恰好素心和那个青柳长得又很像。谁知道啊，这么多年过去了，淳于还是过不了心里那道坎儿。素心就是一个下人，不能因为一个下人破坏了你们小两口的关系啊。他心里还是有那个人，不然不会反应那么大。看看你呀，你是在和一个死人吃醋吗？你放心吧，淳于呀，心里是有你的。本来我也这么以为，可是他有那么多事我不知道。这茶真好喝。这是世子爷最爱喝的桂花茶，可是忘了。是你？世子爷为何如此惊讶？是害怕我在茶里下毒吗？你和你主子究竟想干什么？素心只是小小的一个丫鬟，又能把世子爷怎么样呢？只不过就是想看看我这张脸在世子爷的心中可还有分量。你还真是看得起自己啊！我告诉你，杀你我是不会手软的。是吗？如果真是这样，那你和夫人在大婚之日，我可就逃不了了。你可以试试看。
什么你？蠢驴，你快起来！你干嘛呀？你这么对一个小丫鬟，太过分了！你知道这个人刚才在干什么吗？我不管，我看到的就是一个堂堂世子爷欺负一个小丫鬟。瑶瑶，夫人，你没事吧？夫人，夫人，瑶瑶，瑶，你没事吧？你给我滚！瑶瑶，少夫人，少夫人。小雅，你撞了世子夫人，还不赶快道歉？夫人，我可是只看到了一个厨子。怎么，前几天不是还跟我炫耀你们夫妻和顺吗？现在就为一个丫头伤心成这样了。你看，我得不到的你也得不到。要不要我拉你一把？夫人，你没事吧？都怪素锦不好。你这狗奴才还敢来，跟他没关系。这个场景还真是感人啊。叶锦轩丢了这份契约，一定非常着急吧？夫人，下一步要做什么？放好鱼饵，等鱼儿上钩。奴婢不明白夫人的意思。这契约，夏淳于一份，叶锦轩一份。如今他们的关系有了裂痕，叶锦轩一定会怪到夏淳于头上，那夏淳于手上那份契约，就显得尤为重要了。拿去，烧了。是，夫人。春雨，明玉，哎，他怎么样了？还没等到你为他请大夫，夏夫人就已经请了。这都怪我，我一开始就应该把真相告诉他，不该瞒着他，都是我自作自受。你不要太自责，你有你的苦衷。我太怕失去他了。你实在是太患得患失了，就是因为这个弱点，他才会被夏夫人利用。好些了吗？到底怎么回事啊？淳于怎么会跟你动手呢？我不想跟他继续下去了。你说什么？我跟他是有契约的，也就是说，我跟他的婚姻从头到尾都是假的。我现在一分一秒也不想装下去了。我已经决定了。哎，我契约呢？夫人，看见这衣服里面有个信封吗？淡金色信封，啊，里面有张纸。衣服里若是有什么，奴婢们在洗之前都会检查的。淳驴，淳
你给我出来！春林，瑶瑶，你伤好点了吗？我的那份契约是不是你拿的？你是准备让全府的人都知道我们之间的秘密吗？敢做为什么不敢当啊？按照契约，一旦有人违约，合约立即终止。你是不是输不起，把我那份也拿走了？在你心里，我们的感情和信任就这么一文不值吗？感情？那你说得清楚，你为什么对素心那么在意吗？你到底要我怎么解释你才相信？我知道我现在很作，如果电视剧里有我这样的女一号，我第一个跳出来在弹幕上骂她。但是没办法，我就是想不通，我就是很生气。你不是很作，你是很傻。如果你要那份契约的话，就在我书房的抽屉里，你随时可以去拿。还有，你既然已经嫁入夏府，就是我夏春雨的夫人。侯府不是你说来就来、说走就走的地方。你若是从侯府离开了，以后我就一个人对上那个琉璃。要不这样，我去跟淳于说说，我给他认个错。夫人，对不起，我意已决。虽然我很喜欢你，可是咱们没有做婆媳的缘分。唉，我也不能劝你继续委屈自己。你若真不愿意放弃契约上那些利益，要不这样，让侯爷替你做主吧。侯爷，景轩，怎么还是叫我侯爷啊？我想请求侯爷，允许我和夏淳于合力。什么？侯爷听得没错，我要离开侯府，并且拿到我应该得到的。父亲大人，嫂嫂的伤好些了吗？听说淳于哥哥为了一个丫鬟跟嫂嫂动手，弄伤了嫂嫂。果真有此事吗？就是为了这点小事？不是，是因为听说那个丫鬟长得跟淳于哥哥原来的婢女极为相似，莫不是嫂嫂的醋意上来了，故意刁难人家吧？像淳于哥哥这么谦和有礼的人，怎么会跟自己的新婚妻子动手呢？别听他胡说八道。侯爷，我跟夏淳于的婚姻，从一开始就是一场交易。我嫁入侯府，全因夏淳于不想娶郡主。他和我签下这份契约，事到如今，无奈之下，只能请侯爷替我做主了。这是，好大的胆子！侯爷，长公主到。好一个夏淳于，在本宫面前装的情比金坚，至死不渝，原来只是一桩买卖。本宫倒要看看，是什么契约，让你们这么欺瞒本宫。住手！不行。文贞，把信给本宫。
郁锦轩，这就是你说的你二人成婚的契约？难道不是？夏卓峰，看你儿子干的好事！他竟敢私下约见西敏来使，还对其称主。谁是他的主？他想干什么？通敌叛国吗？这怎么可能啊！这里面明明放的是我和他的成婚契约，怎么会是这种东西？我不管你是阴差阳错交出这封信，还是装出一脸无辜的样子来撇清自己。夏淳于狼子野心，危及国本，如今证据确凿，来人呐！殿下，此事还疑点重重，不可早下定论呐。闭嘴！本宫不治你一个包庇之罪，已经是对得起你了。皇姑姑息怒，皇姑姑息怒。看你儿子干的好事！他竟敢私下约见西敏来使，还对其称主。谁是他的主？他想干什么？通敌叛国吗？这怎么可能啊！这里面明明放的是我和他的成婚契约，怎么会是这种东西？我不管你是阴差阳错交出这封信，还是装出一脸无辜的样子来撇清自己。夏淳于狼子野心，危及国本，如今证据确凿，来人呐！殿下，此事还疑点重重，不可早下定论呐。闭嘴！本宫不治你一个包庇之罪，已经是对得起你了。皇姑姑息怒，皇姑姑息怒。皇姑姑，淳于哥哥不是那样的人，此事一定另有隐情。琉璃，你最熟悉夏淳于的字迹，你去帮本宫看看。皇姑姑，笔迹是可以模仿的。以前誉王的事就是遭人构陷。大胆！你这是要替誉王翻案吗？琉璃不敢。殿下，别的不敢多说，我跟蠢驴认识这么久，他对朝廷之事真的是一点兴趣都没有，更别说这种里通外敌的事了。有人就是想借我的手来除掉蠢驴，但谁又能料到，今日你会将这封信交给侯爷？谁又能料到本宫会在这个时候来探望郡主？这一切太巧了吧？夫人，长公主殿下，淳于这孩子淡泊名利，不问世事，从小就重情义。我想，他一定是受了奸人的利诱，一时糊涂，还请殿下明察。他会受谁利诱？据臣妾所知，当初郑明玉就是因为有不臣之心，所以才被贬。淳于跟他相交甚多。住口！如今根本就不能证明此信的真伪。臣妾失言了。殿下，我发现问题了。西敏来使约见的时间是后日戌时，可是后日酉时我们侯府有家宴，蠢驴不可能和我们吃完了家宴，戌时又赶到城外的五柳坡去。对呀，对。如果淳于缺席了家宴，肯定会引起别人的怀疑。这倒也未必。你又要说什么？有本宫在此，夏夫人，你有话直说。殿下，臣妾不敢欺瞒，出了侯府，向西便有一条玉城河，对面就是五柳坡。如果乘船的话，半个时辰应该可以到。你怎么能这样陷害蠢驴呢？你不是说你拿他当亲生儿子对待吗？是啊，只是臣妾不敢有所隐瞒。我也从侯府乘船去过五柳坡，可是不管船家开得再快，就算飞起来，也不可能戌时到达。殿下，你一定要相信我，这封信就是假的。我们在这里争论时间有意义吗？戌时1刻到不了，难道戌时3刻也到不了吗？戌时3刻，你连这都搞不清，还怎么维护夏淳于啊？可是我明明看见信上写的是戌时2刻呀。皇姑姑，这信上写的的确是戌时2刻。那或许是臣妾看错了。
是夫人错了，还是信上写的就是虚实3刻呢？你什么意思？意思很简单，我等这一天在众人面前揭穿你的罪行已经等了很久了。从蠢驴跟我说素心是刺客那天起，我相信的就是他，而不是你。走得这么急，赶着去哪里啊？以为万事已定，准备溜之大吉了？当然不是，好戏才刚刚开始。我是不会跟你回去的。由不得你。但我想不明白，你到底要做什么？拆散我和蠢驴对你有什么好处？所以，我只好将计就计，假装一步步坠入你的圈套。夫人，真的是好演技啊！每次让我做什么事情都是正话反说，最终就是想让我将这封所谓的契约亲手交到侯爷手上。恰巧这一天，你又请来了长公主，因为你知道。密封的信封里是我亲自放进去的契约，不会有疑心，自然不会打开。信中写的是虚实3刻，可是我故意改成虚实2刻，因为只有写信的人才会知道原来的时辰。皇姑姑，这封信的虚实2刻的确被人改过。精彩，实在是精彩。我只知道你的厨艺好，从来都不知道你编故事的能力也这么强啊！大家都知道我是淳于的后母，所以你们就对我心存芥蒂。可是我从来没想到，你们会编出这种事情来陷害我。信上的笔记是夏淳于的，改是你改的，送也是你送的，凭什么说这件事情与我有关？难道就是因为我说错了一个字吗？我倒是觉得是你们做了一个大局，想置我于死地，请长公主明察。殿下，你别听他狡辩。夏淳于现在在哪儿呢？他怎么不敢出来当面对质啊？他该不会是畏罪潜逃了吧？够了，有你这么说自己孩子的吗？我只是说了实情，这明明是你算计好的。够了，别争了，先全城通缉夏淳于，抓到他人再说。皇姑姑，我能证明此事与淳于无关。明玉，草民参见长公主殿下。起来吧。谢长公主。你如何证明此事与夏淳于无关？长公主，这瓶子里面装的是我从昆布中提取出的一种药物。这种药物首先可以帮助人消毒伤口，但是后来呢，我发现这个药还有其他的一项功效。虽然这字迹可以模仿，但是手指上的纹路，每个人是独一无二的。也就是说，如果淳于真的写了这封信的话，那这信中一定有淳于的指纹。虽然现在这封信上的指纹不仅仅是一个人的，但是至少能证明夏淳于与这件事情是没有关系的。测指纹，这么先进？叶姑娘，上次你鼓励了我，我这次果真做出了能验出人真心的药水。那么接下来恐怕要劳烦所有接触过这封信的各位，你们要把你们的指纹印在这张纸上，这个样子。好，去吧。我先来。郡主，谢。
长公主殿下，这2纵牌的指纹上面有您的、郡主的、侯爷的，所有的都对上了。那下面的这一横牌指纹呢，是我在夏淳于平时看的书上面提取的，在这封信上面却没有这个指纹，这就说明了淳于跟这封信的事情完全没有丝毫的关系。哼，江湖骗术，何以取信于人？这是有科学依据的。明月，淳于，快试试看。好，淳于。祖没有死。你是不是疑惑他为什么没死？可惜他的毒药已经被我抢走了。你要是不说实话，只会生不如死。结果出来了，指纹完全吻合，这封信就是他调换的。大胆奴婢，竟敢陷害世子！来人，给我拖出去乱棍打死！慢着，侯爷，此事事关重大，可得好好查清楚了才是。区区一个婢女，何来这么好的谋算？殿下说得对，苏心不过就是一枚棋子，真正下棋的另有其人。苏心，你幕后的主子到底是谁？奴婢不敢说。本宫在此，有何不敢？此人身份高贵。混账！身份再高，高得过本宫去？就如夏世子所言，如果你不老实说，有的是让你生不如死的法子。殿下息怒，奴婢说就是了。此人就是琉璃郡主。你胡说什么？不是我怎么可能会害淳于哥哥呢？大胆！你冤枉完世子，又要栽赃郡主？不是的，殿下，奴婢是有证据的。世子夫人，你可还记得，当日你与世子吵架，夺门而出，是郡主撞了你一下。就是在那个时候，奴婢偷了您的契约。夫人，你没事吧？如若殿下还不信，可以现在去郡主房间搜查，契约一定还在郡主的房里。殿下，奴婢一直是受郡主指使，她曾经无意间发现奴婢长得和世子曾经的婢女清流很像，她故意送奴婢到长房，就是想让奴婢挑拨世子和夫人之间的感情，然后把契约换掉，诬陷世子一个通敌叛国的罪名。你胡说，没有的事。琉璃，那封契约在不在你房里？皇姑姑，一定是他放到那儿诬陷我的，一定是他。本宫都没说那封契约一定在你房里，你就这么肯定？不是，皇姑姑，夫人，皇姑姑，不是这样的，是长公主殿下，是臣妾治家无方，才闹出这样的丑事，请长公主殿下责罚。皇姑姑，琉璃，你实话跟本宫说，是怎么回事？是我逼他这么做的。淳风，长公主殿下，爹，娘，一切都是孩儿的错。你别做傻事。淳风从小就记恨哥哥，他一回来就拿走了本该属于我的世子之位。淳风妒忌心起，逼刚过门的妻子做了错事。若长公主殿下要责罚，就责罚我一个人好了。淳风，你在胡说些什么？淳风，你到底在说什么？你明明就不是这样的人。你哪有这个脑子想出这种毒计？一边待着去。那是你们根本就不了解我，一切都是我干的，请长公主殿下责罚。淳风，苏心，你还不快说实话？你的主子到底是谁？有些人宁可自己亲儿子受罪，也不愿意出来承认吗？嫂嫂，别乱说话，全都是我一个人做的，是我对不起琉璃，是我对不起侯府，请长公主殿下责罚。
请长公主殿下责罚！马爷，请长公主殿下责罚！君马爷，请长公主殿下责罚！别这样了，请长公主殿下责罚！请长公主。夏卓峰，你这静安侯府闹的是哪一出？本宫可不想看到你们一个个在那儿演戏。夏传风，你设局陷害兄长，拖出去杖责50。这丫鬟，给本宫押去刑部大牢。回宫，皇姑姑，你别跟过来。恭送殿下。老爷，不行呀！给我闭嘴！老爷，来人呐！不行啊！把这个逆子给我拖下去！哎呀，不行！拖下去！不行！传风！传风！凤儿！当年我从恩业寺回到侯府，尤氏他表面上将我收为嫡长子，实际上一直想置我于死地。一开始，尤氏就怂恿父亲把青柳放在了我身边，但青柳是被胁迫的，他告诉了我真相后，尤氏就把他活活打死了。这是你为他建的墓碑。可上面为什么没有他的名字？有些人生来就没有福气拥有自己的名字，他们只不过是别人用来勾心斗角的工具而已。他名字是假的，身份也是假的，生前他只能以假面示人，死后我不想他再被束缚。虽然他的身份是假的，但你们的感情是真的。每一个人都应该有自己的名字，清流也应该有。我从来都没介意你跟他之间有一段感情，从你第一次告诉我素心是刺客的时候，我就信了。挺聪明的。那是，从一开始我就知道你那个后妈是坏蛋。你呢？你什么时候看出来我在套路你后妈的？那盘冰皮月饼。那万一你猜错了怎么办？我相信你。虽然我怀疑过你，可是我还是选择相信。我相信你，就像你相信我会相信你一样。不然你演泼妇演得那么好，我可真要被你气死了。气死才好呢！气死了，天上居就属于我了。这契约里可没有这一条啊。没有，那就加上。怎么加？契约都不见了。那你说怎么办？什么怎么办？没了就没了呗。虫子。虫子。你想得美，想得美啊！你干什么？重新再给我写一份，把我新的想法全都给我加上去，加上去！你这是趁火打劫啊！趁火打劫又怎么样？我就问你同不同意？同不同意？同不同意？你先放开我！同意还是不同意？素心，郡主，给我。郡主，您这是？本郡主的事情还轮不到你管，你只要完成好你自己的任务就行了。大都好物不坚牢，彩云易散琉璃脆。
这琉璃2个字，就是你的名字。春雨哥哥，你的字可真好看，你能不能教我啊？还是不了。春风的字写的也很好看，我可以让他教你。我去和明玉练箫了。哎，春雨哥哥。春风，骏马爷，你快上床躺一会儿吧。不行，那是琉璃的床，我这一身污血会弄脏的。都这个时候了，你还考虑那么多干嘛？小雅，你先出去吧，我来就行了。小雅，先出去吧。慢点。忍着点儿，忍一下，忍一下。这样行了吧？我来吧，你先出去吧。你去请个大夫来。是。忍一下啊。琉璃，谢谢你。是我该谢谢你才是。你是我的妻子，为你做任何事情都是应该的，你不必放在心上。你明知道我心里那个人不是你，你这样做值得吗？只要能每天看着你，就是我莫大的幸福了。我知道你不会伤害哥哥的，你是被冤枉的，我就一定不能让你受到伤害。反正在我爹的眼里，我就是个不成器的，多挨一顿打嘛，没关系的。怎么叫没关系？要不是你母亲跪地苦求你父亲，你早就被人打死了。可我现在不还活着吗？受伤了你就住嘴，伤口还在流血呢，你少说点话。有点痛，你忍一下。今晚的月亮好美，我还记得上一次跟你一起看这么美丽的月亮，已经是很久以前的事了。那时候你还教我跳舞，还莫名其妙的把我推下水。春绿，你是什么时候开始真心喜欢我的？为什么突然问这个问题？情侣之间的经典问题吗？我想知道。让我想想啊，怎么说才不会出错？大概是第一次见面吧。你长得很美，后来我发现你做菜也很好吃。可是我没见过你这么主动的女子，真是不知羞。说什么呢你？说什么呢你？开玩笑的。说实话吧，其实我对你也不是一见钟情。刚开始对你还有些猜疑。哎，你要问我什么时候喜欢上你的，我真的想不起来了。唉，不知不觉，你的一颦一笑、一言一语，就都在我心里了。从那个时候啊，我眼里就容不下别的女子了，所以我们之间不管经历过多少波折，我都想把你骗回家。那天我们在谈契约的时候，你知道我心里有多害怕。
你会拒绝我吗？你还不如说出来呢，害我白白生气一场，以为那真的是一场交易。其实我是在赌我们的朝夕相处，让你能够把之前的种种全部都忘掉。赌赢了，就是你我一生的幸福；赌输了，我也不过是输一个天上君。总之我不吃亏。我也在赌啊，赌输了我还有很多钱，我也不吃亏。那你为什么不跟我说实话？那你又为什么不说实话？咱俩真是天生的一对。你知道苏西那件事儿，我为什么没跟你商量就直接套路你后妈吗？我赌的就是你对我的信任。我知道你心里藏着事儿，对感情不信任，所以我想让你从哪里开始怀疑，就从哪里解决问题。瑶瑶，谢谢你，更谢谢我们之间的默契。春月，你说有一天咱们俩要是分开了该怎么办啊？为什么要分开？就算从今以后咱们之间再也没有障碍，可是老了还是会有一个人先离开的。那我岁数比你大，我先去天上等你啊。更何况蜉蝣朝生暮死，我们做人70才算古来稀。我不多求啊，能跟你相伴几十年我就知足了。你想的还挺开的，没说一些生生世世的空话。也好，有你相伴，我在这个世上也算是没白来一回。姐姐买花灯吗？小可爱，上次已经买过了。不如再买一个吧。谢谢郎才女貌，情比金坚。乖。这个套路倒是哪个时代都适用。哎，等一等，你别写叶景轩，你要写叶佳瑶。叶佳瑶的佳，叶佳瑶的瑶，这个才是我的真名字。我知道了。你不问我为什么吗？只要你是我的瑶瑶就好。哎，要不要再单独给你买一个？为什么要单独买？谁叫你见钱眼开？你不是要赚很多很多的钱吗？叶佳瑶，你记着，从今天开始，你唯一的目标就是要赚很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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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的钱。你太讨厌了，你居然偷看我！我记得你说过，如果没有得到很多很多的爱，那就要得到很多很多的钱。我是希望你既能够得到很多的爱，也能得到很多的钱。这两样我都会帮你实现。油嘴滑舌，我不管。明年花灯会你不许跟着，说不定我会写蠢驴真蠢，蠢到我都受不了了。明年的花灯会，我看你也没办法来了。到时3年抱俩，你连家里都忙不过来了。谁跟你3年抱俩？直男，直男，你个直男！好了，不是饶命，不是饶命。无惧朝生暮死，但求两心如一。大夫说了，春风的伤就算好了，也会落下残疾。侯爷，那可是我们唯一的儿子。那也是他咎由自取。人你都打了，你为什么还要说这样的话？难道你从来都没有心疼过春风吗？你要是真的心疼他，就不会任由他做出那样的事情来。与我何干？他是为琉璃顶罪。真的是为了琉璃吗？为什么突然有一个长得像青柳的丫鬟来到了府上？为什么？长公主早不来晚不来，偏偏拿出信的那一刻她就来了。你就这么不待见淳于吗？步步为营，要把她逼上死路。这一切都是侯爷的猜测。苏心已死，死无对证。好一个死无对证！今天长公主是没有追究郡主和侯府，
如若他真的追究起来，那伤的就不是纯风的一条腿，那是侯府的名声和上上下下几百人的性命。侯爷言重了。侯爷征战沙场，所向披靡，何曾在乎过人命？你在乎的不过是那夏纯瑜的命。你真的以为我不敢休了你吗？你早就想休了我。自从我们尤家败落，你就已经不在乎我了。想想当初，你若真和那个野女人情比金坚，你为什么迫于我们尤家的地位要娶我？是你害了我一辈子。我早就警告过你，让你安分守己，可你就是不知悔改。如今我的忍耐已经到了极限了。从明天开始，你移居东院，没有我的命令，不准走出院门半步。瑶瑶，当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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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你今天这又是怎么了？结婚1周年快乐！这，我们才刚成亲不是吗？黑风寨那次，怎么不想承认啊？不是，黑风寨那次怎么能算呢？都不够隆重，对不住你。要不这样子吧，我们重新开始算，啊？不庆祝算了。开玩笑的。其实我跟你在一起，每天都值得庆祝，每天都值得纪念。让我看看你做什么好吃的了。刨冰。尝尝。怎么有股怪怪的味道？有点像肉末味。唉，我就说吧，有些人呀，得到了就不知道珍惜。以前吃怎么吃不出肉末味啊？你报复我？谁让你以前不说实话的？吃不吃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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？好好好，我吃我吃，只要是夫人做的，就算有刀子我也吃。瑶瑶，看在你连肉末味的冰淇淋都吃得下去的份上，给你个惊喜。你不是说过吗？什么时候我的心打开了，就把这个还给你。以前你找的师傅做的不好看，我就找人加工了一下。干嘛？唉，我就说吧，有些人呀，得到了就不知道珍惜。以前吃怎么吃不出肉末味啊？你报复我？谁让你以前不说实话的？吃不吃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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？好好好，我吃我吃，只要是夫人做的，就算有刀子我也吃。瑶瑶，看在你连肉末味的冰淇淋都吃得下去的份上，给你个惊喜。你不是说过吗？什么时候我的心打开了，就把这个还给你。以前你找的师傅做的不好看，我就找人加工了一下。我相信的意义是今天不
这么好吃的刨冰，怎么能只有我一个人吃呢？那一起吃啊！哎，不是说好在这吃刨冰的吗？对啊，去屋里吃。讨厌！其实不说在意，也深呼吸，唯一的替代难以搜寻。琉璃，你回来了。你看，我今天能多走2步了。你怎么了？我问你，我在你心里究竟是怎样一个人？你说什么呢？我问你呢。你在我心里，是全天下最好的人。可如果有一天你发现我不那么好，我欺骗、懦弱、狠毒、贪恋权力、欺凌弱小，我还嫉妒心强，你还会对我那么好吗？琉璃，你不是那样的人。如果有人认为你是那样的，那他们一定是误解你了。可如果我是呢？那我依旧不会改变的。我夏春风没什么用，但是不管世界上有怎样的危险，我都会第一个挡在你面前。就算全天下的人都恨你，我依然爱你。琉璃，你做什么？怎么？你是不想要我吗？不想要就算了。谁说我不想要了？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晋安侯世子夏淳于仪表归洁，食量虚名，资忠孝以立身，仗经书以致德，以授云平使。经此。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！夏淳于，西闽新任国主革木已至京城，皇上授你云平使，是想让你促成西闽安阮公主和亲一事，以保两国长久太平。微臣领旨。我要是能亲眼看到你上朝时的威风模样就好了。其实你不需要看到我上朝时候的模样，你私底下早已经看过我很多模样了。你讨厌你！你又想歪了。我是指做菜。做菜？你还会做菜？什么呀？比翼双飞卷，日式玉子烧，还有啊，新型牛排。你把你的拿手菜都交给了钟祥，就别怪我偷师喽。怎么了？很难吃吗？没有，是感动的。以前都是我给别人做菜，从来没想到还有人愿意给我做菜。别哭了，瑶瑶，我有件东西要给你，这是天上居的地气和房气。虽然我这个人很自私，跟你成亲之后，我只想你给我做菜，我不想你给任何人做菜。但是，我想了又想，我不能让你只做一个每天等我回家的女人。你都记得？我当然记得。你是一个不一样的女子，我既然已经娶了你，我就得尊重你。不管你今天是想要开店，还是你要做厨子，都可以，只要是你想，我都放手让你去做。那你不怕你的世子夫人是个当厨子的，街坊四邻指指点点？你管他们指指点点呢？谁要是指指点点，我帮你打他们。也不用那么暴力的。
这几天我没有那么多时间陪你了，你要自己小心，特别是尤氏。放心吧，他都被你老爹给软禁了。其实那天你有很多机会可以查出真相，但是你还是放了他一马。你呀，你还是心软。春风他始终都是我的弟弟，还有我爹，他年事已高，我真的不想家里弄得鸡犬不宁的。但如果尤氏他再有什么小动作的话，我一定不会放过他。还有你记得，我之前交代过。好了，你什么时候学得这么啰啰嗦嗦的？快去快去！等本世子回来临幸你。去你的！明明你就是个侍寝的。我会对你负责的。云嫔使，请。云嫔使夏淳于参见国主。这是韩宁的东西，像，真像啊！舅舅，来，舅舅，哎呀，坐，我们是一家人。来，让舅舅好好看看你。淳于未曾见过生母，听闻自己的身世也是最近的事。本王都明白，你这孩子也是可怜。说起韩宁，有件事本王必须要把真相告诉你。这是本王自登基以来，这些主战的奸佞都已经受到了惩治。有人供出了当年杀害你母亲的主谋涂伯，据招认，刺杀你娘的另有其人。这个图案就是涂伯凭记忆所画。他说呀，昔日和他们密谋的南朝人衣服上就带有此标记。淳于一定会想尽办法查出事实真相，绝不会让娘亲死得不明不白的。好，那舅舅就等你的好消息。我求求您了，您就收了吧。今年呀，大丰收，这路啊却塌方了，这些东西啊都运不出去呀，我们怎么活呀？卖不出去，求求您了。实在不行，您去别人家店看看啊！实在是对不住了，对不住啊！这天上居可是京城第1号啊！我求求您了，您就收下吧，我们给您跪下！别，都起来呀，起来呀！收下吧，收下！哎呀！求求您了！别拿出，你看看，怎么回事啊？你们先起来！快起来！非让我们收梨子，但是我们后厨已经那么多了，我们再收也卖不掉，全烂掉。你说我们天上居又不是什么善堂，这收完了不是白浪费银子吗？哎呀，这样，那我就再多收3筐。您就都收了吧，求求您了，您就都收了啊！要不然咱们都收了，加上那些，全城百姓一人发1个。这，哎呀，求求您了，叶姑娘，我有一个办法，把这些切好的梨呀，用糖水泡上几个时辰，就可以连梨带糖水一起盛到这个坛子里，然后呢，再用盖子盖好。记住啊，一定要用蜡密封好，然后再把它们放到大锅中蒸煮，就可以使这梨呀久存而不腐，一直放在天上居卖了。我怎么没想到啊？高温密封杀菌，这不就是 7-Eleven 卖的水果罐头吗？你怎么想到的？叶姑娘，我虽然不知道你说的什么水果罐头、萨文耶拉文是什么东西，但是这方法呀，都是我热爱钻研所得。你看啊，用糖水泡梨是为了防止这梨的甘甜流失掉，把它们放到罐子里密封好呢，是我无意中发现的。这食物啊，在密封的环境下，
要比暴露在外面存放的时间要长。至于为什么把它们放在大锅中蒸煮，不怕叶姑娘笑话，我这肠胃啊，甚是脆弱，只要是喝进去的水没有经过火的加热，就会腹痛而泄泻。所以啊，我发现这火不光有加热食物的作用，还有去掉食物中病疾的作用。哇塞，我简直是有新师傅了，佩服佩服！哎呀，哪有？其实啊，我这些方法，如果真的能帮助到果农们，那才有它的意义，称不上高明。不高明吗？罐头可是19世纪才有的呀。你会的可真多呀，又会点熏法验指纹，又会做罐头。你确定你是这个时代的人吗？叶姑娘，此话怎讲啊？说来你可能不相信啊。啊，你特别像我一个朋友，而且你们俩都一样，喜欢一些发明啊、研究啊。是吗？只不过他的研究成果被别人窃取了，所以你有什么新发明啊、创造啊，一定记得申请专利。自己的钻研成果被人窃取，实在是可惜啊。哎，不过叶姑娘，你这位朋友后来怎么样了？后来我们就分开了，再也没见过，也不知道他过得怎么样。每次看到你，我都觉得能想起他来。我一个人在这个地方，有的时候也挺孤单的。叶姑娘，我发现你是一个重情义的人，所以我相信啊，你这个朋友也一定很想念你。或许吧。哎，不过话说回来了，你有像淳于这么好的夫君，又有我这样的朋友，怎么可能孤独啊？也许是我想多了吧，可能你就是一个天才，天生会一些不属于这个时代的东西。鉴定完毕。玄烨大师，阿弥陀佛，施主又回来了。这位是？这位就是我失散的妻子，叶佳瑶。见过大师。施主如愿以偿，真是可喜可贺。多谢大师。淳于今日过来，有一事想请教大师。这个图案与杀害我生母韩宁公主的凶手有关，如果有什么线索，还望大师相告。既然是20多年前的事了，又何必那么执着？这么说，你知道些什么？这件事关乎的不仅是淳于的母仇，更关乎我朝与西闽的邦交。那个谋害我母亲的人，不仅害死了一条人命，还挑起了两国几十年的战火。大师，我明白了。出家人不关心红尘俗事，是淳于冒犯了。我们走吧。啊，你且慢，二位随我来。我记得这幅画，这是会渡涉商运路、顿生悲悯、弃公为僧的故事。这小路是你，母路是韩宁公主，而猎户，大师你，当年我凭一柄钢刀浪迹江湖，人称一点寒光照，一击一刀可夺人性命。一日，我接到一桩大买卖，让我远赴边关杀一女子。我到了才知道，要我杀的是西闽的韩宁公主。谁料公主正在临盆，我本欲斩草除根，可你竟拉着我的手，冲我一笑，
所以你没忍心杀我。是你的笑容换回我心中一点良知，但到了郊外，你开始哭闹，我又生杀意。此时，继任大师经过，他武功高强，是他救了你的性命，也是他将我关在寺里，为我剃度，并赐法号玄念，希望佛法能帮我洗清昔日的罪孽。怪不得，我很小的时候就记得你戴着手铐脚镣，你沉默寡言，师父也绝不允许你靠近我，所以这个图案你是知道的。身上的徽章，老衲记得不太完全了，大致如此吧。对不起。春驴，我小时候很怕他。他总是冷口冷面，但是有一年我得了天花，连我的师傅都说我肯定活不了了。是他一直在照顾我。对不起。瑶瑶，不好了，你在这儿待着。怎么了，春驴？大师，大师，你怎么又回来了？你的命是我的，要死也得死在我手上。小心！大师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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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春驴，这一切都是命数。10几年前那场大火，也是他们吗？是的。那日，我受继任大师之命下山化缘，可我回来的时候，寺里已经起了大火。我只看到了凶手，是一柄折扇，上面画着无量世的画。你说什么？我一直想为继任大师报仇，却找不到凶手，直到你将你义兄白初夜的遗物交给我，我才明白，你交给我的东西在哪里。大师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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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大师。春驴，这里面什么都没有，是空的。夫人，怎么又叫我夫人？琉璃习惯了而已。我以为你嫁进来和纯风做了夫妻，我们就是一家人了。没想到
你早就生了异心。夫人用心筹谋，事情败露后，却把一切责任推到我身上，最后害得纯风落下终身残疾。夫人在此悔过，难道不是应该？如果我出不去，你一个人斗得过那个叶锦轩吗？我不想再斗下去了。你说什么？次次算计他，次次伤害到夏纯瑜，你的目标从来就没有变过。可我不想这么做。你没有资格和我说不想。那叶锦轩不过是个厨子，他抢了你的心上人，难道你心里不恨吗？难道你不想一一向他们讨回来吗？我想，可那个叶锦轩的运气太好，而我生来就是个运气不够好的人。算了吧。招娣呀，我真是看错你了。你不要再叫我这个名字了。怎么难受了？你一天是招娣，这辈子都是招娣。当初你小小年纪就知道穿着死去那位郡主的衣服，博长公主的欢心，怎么现在变了？你别忘了，你能有今天，靠的不就是斗心二字吗？你错了，真的郡主本来就待我亲如姐妹。那日我穿着她的衣服去祭拜她，碰到皇姑姑，那只是个意外，不是你想的那样。那你说的和郡主同年同月同日生，也是意外吗？那只是我一时扯谎罢了。哼，这就叫一念错，步步错。如果你没有扯这个谎，长公主就不会把你当做琉璃郡主的替身。你当不上琉璃郡主，你就不用杀人了。招娣，你要干什么？招娣，这里只有琉璃郡主，没有你说的那个人。是，我知道你已经做成郡主了。知道？那你还在皇姑姑面前削梨？没有。你以为削梨不断皮很厉害是吗？你以为这样你就能取代我？贪心的人都该死！那时候我就知道，皇上新收的义女不是运气好，她是懂得为自己的前程而筹谋。只是当初你年纪还小，还不懂得干预户部，要不然你的户籍记录怎么会落在我手上？你别说了。你放心，只要你乖乖听话，你的皇姑姑这辈子都不会看到这本户籍记录。这么多年，我原以为你对我点拨调教，令我在后宫游刃有余，怎么也会对我有一丝真情意。不怕说出来，我早就当你亲娘一般。可你呢？从来只是把我当成一颗棋子，我帮你讨好皇姑姑，讨好皇上，联络东宫，最后嫁给了你儿子。我做的够多了。招娣呀，你是长大了。不过只要你活着一天，就要为我所用，为我去争，为我去抢，为我去拼，否则怎么样？你现在连这个院子都出不去，你还能做什么？我劝你不要再斗下去了。你是我的恩师，又是我的婆婆，将来我跟纯风都会孝顺你的。纯风，你什么时候来的？你都听到了些什么？该听到的我都听到了。原来父亲没有看错母亲，是我自己蠢。春风，你不蠢，你是上了夏纯瑜的当，他夺走了本应该属于我们的一切，你还和他称兄道弟。够了！你以前从来不会这么跟我说话。我这一切都是为了你呀，儿子。你口口声声说是为了我，你真的知道我在想什么吗？你知道我真正想要的是什么吗？琉璃，我们走。对了，琉璃现在是我的妻子，我会拼尽一切全力去保护她的。你那个什么户籍记录的事儿，最好就当做没有。走。
你怎么了？戏都演完了，你现在看清楚我的真面目了。我根本不是你心里那个美丽、善良又高贵的郡主，我心里阴毒的事多了去了。你去告发我吧。我为什么要告发你？琉璃，我跟你说过，无论你是什么样的人，我都爱你，这是不会改变的。真的？真的。当我听到你要淹死那个小宫女的时候，确实觉得你太过残忍。但是那个时候你年纪尚小，不懂得分善恶是非，也是情有可原的呀。而你现在是受到我母亲的胁迫。我没有想到，在我和你母亲之间，你会选择站在我这边。傻丫头，我们是夫妻，是要过一辈子的人。不过你要答应我，以后别再做伤害哥哥嫂嫂的事情了，好吗？这个组织不但杀人灭口，还把我藏在恩业寺的东西给带走了。他们要的一定不单单是掩盖当年真相，这么简单。你把什么藏在恩业寺了？是白崇业的遗物。整个黑风寨被灭，都是因为这件东西。瑶瑶，你的戒指呢？什么戒指？就是被我弄断后又补起来，以前你天天戴着的。那个我早就收起来了，反正也没什么用。那你一定要小心收着。不知道为什么，那件绝世神兵跟你的戒指很相似。这个组织不但杀人灭口，还把我藏在恩业寺的东西给带走了。他们要的一定不单单是掩盖当年真相，这么简单。你把什么藏在恩业寺了？是白崇业的遗物。整个黑风寨被灭，都是因为这件东西。瑶瑶，你的戒指呢？什么戒指？就是被我弄断后又补起来，以前你天天戴着的。那个我早就收起来了，反正也没什么用。那你一定要小心收着。不知道为什么，那件绝世神兵跟你的戒指很相似。什么？春雨，哎，叶姑娘，明玉你来了啊！你们这些日子在做什么呀？神神秘秘的啊！哎，这是什么东西啊？哎呀，这只大鸟绣得甚是有趣啊！啊，鸟？这不是老虎吗？老虎？这明明是只大鸟啊！蠢驴，你看，就是因为这样，我们才一直找不到线索。这只鸟看着好眼熟啊，我好像在哪儿见过。是素心，素心身上也有这样的一个纹身。那次他和琉璃唱双簧，装作被虐打，我回来给他擦药，碰到他纹身的时候，他还故意躲了我。是他，是尤文珍。我爹当年把我领回府的时候，他怕我师父说出真相，便买凶杀人，把恩业寺烧得干干净净。他杀了我母亲，又杀了我的师父，又害死了玄烨大师，这仇我一定要报！哎，春雨，你无凭无据，你干嘛去啊？就凭这么一个标记，他要是否认起来，你怎么办？我当然是以牙还牙，以血还血。春雨，你夫人说的是啊。我们这是在京城，天子脚下，动用私刑是解决不了问题的。那你们要我去哪里找证据？谁在外面？夏晨瑜正在查20年前韩宁公主之死，夫人还有心思在这吃斋念佛。你是谁？我是谁不重要。重要的是，夫人此时不应该坐以待毙，去找太子殿下吧。
算找到你了，文宇别喝了。哎，别喝了，别喝了。听我说啊，我们一直是你最亲的人，对吗？你有什么事告诉我们，好不好？是啊，你有什么话不能跟我说呢？我觉得很多事都很荒谬。玄念大师他待我有恩，却是我的杀母仇人。白崇业他杀死我师父，却成了我的义兄，而且还因我而死。这世间究竟什么是对，什么是错呢？俗话说，正义会迟到，但是不会缺席。尤文贞和太子做了那么多坏事，一定会遭报应的。如果我还是誉王的话，也许就能帮到你们了。这明玉才能与太子一争。这是本王吃过最好吃的月饼了，凉凉的又一点不腻。今天能在御膳房里见到叶大厨你，可真是太幸运了。好，好，好。你知道每逢初一十五，我都会进宫给长公主殿下送菜。你呢，以后想吃什么，就差人去侯府说一声，叶大厨马上就以100米冲刺的速度出现在你面前。那真是太好了。新来的先生和你五哥比，哪个更严厉一些啊？怎么了？怎么哭了？是不好吃吗？啊？是我害了五哥，是我害了五哥。新来的先生根本没有五哥好，五哥还能陪我玩游戏。好了，好了，好了，咱不哭了啊。都是我不好，是我多嘴。你五哥是自己不好得罪了皇上，咱不提他了，好不好？那天我在五哥的书架里找到那张七巧图，我觉得好玩就拿出来看看。后来杨大夫来了，再后来杨大夫跟我说，如果我喜欢那张图，可以随身带着，但千万不能让五哥发现，不然他会生气的。杨太傅，谁知道父皇看了那张图，发了那么大的脾气，直接把五哥赶走了。也就是说，你刚拿到那张图的时候，上面根本就没有那8个字，对不对？我不记得了。好了，你五哥呢，现在被我老公收留了，日子过得也不错。只要你好好学习，你一定还可以见到他。真的吗？当然了，但是前提是咱们今天说的话你不可以跟别人说，不然再也吃不到冰皮月饼了，你五哥也会遭殃，明白了吗？那你快吃吧。春玉，尤文贞从侯府逃走了，他会去哪儿啊？尤氏早与太子连成一线，现在怕是我们的事走漏了风声。我猜太子会对我们不利。那你说我们该怎么做？这几天一定要加强防范，等着他们露出马脚。来的倒是挺快的。春月，小心啊！撤，走！追到可是太子的一番罪状。好。要不我帮帮他们？还是算了吧，也不知道谁是好人，谁是坏人，还是做我的正事要紧。
走走。是不是太子叫你来的？追！春雨，春雨，没事，你没事就好。来，起来。楚女到现在还没回来，侯府也没见郑明玉回去，是不是出什么事儿了？哎，你放心吧，肯定不能出事儿。我想啊，大概是去别的地方了。不可能，楚女说要吃我的刨冰，现在冰都成水了。你看呀，你就是瞎想。世子爷功夫那么好，明玉公子那么聪明，能出什么事儿啊？哎，不对不对，我现在预感很不好。咱们出去找一找吧。按照电视剧的套路，反派现在是一定要追杀他们的。你相信我，真的。好。你们几个去那儿，你俩去那儿，剩下的人跟我走。走，是。哎，春雨，怎么样？四周都被封死了，我看他们是故意把我们引到这儿的。你干什么？这火会耗尽氧气的。怎么你现在说话跟瑶瑶一样，我都听不明白。救命啊！有没有人啊？救命！不用叫了。3更半夜的，怎么可能会有人经过这儿？我们不会就死在这儿吧？放心吧，我遇到那么多危险都能逢凶化吉，你跟我在一起不会死的。可是没有食物还可以，要是没有水的话，我们最多撑不过3天。那就让我先死吧，我死了你就可以喝我的血，吃我的肉。纯鱼，你能不能不要再开这种玩笑了啊？我是说真的，我心里都知道，你是为了母仇。是。我希望你能够重回誉王府，这样我们才有筹码跟东宫斗。但是我夏春雨要的不仅如此。什么意思？我已经想明白了，储君之位，当有能者居之。你有仁德之心，愿意帮助每一个人。如果将来你能当上一国之君，我相信百姓会有好日子过的。可是我失了忆呀，这失忆的君王，可是本朝第1例吧？你知道吗？有时候我真的觉得你这失忆是一件好事。可能是有一段时间我们分开了太久，我差点以为你已经变成另外一个人。但是你现在什么都不记得，我也不想放在心上。你跟我说过，我害死了你一个好朋友，是吧？是啊，还是一个很重要的朋友。但我最近居然发现，他就是杀我师父的那个凶手。如果我还做了其他错事，你还会原谅我吗？你还能做下什么错事？反正闲着也是闲着，说来听听。很多事情，也许一开始就是个错误。曾经有人跟我说过，如果是真朋友的话，就不该有欺瞒，应该以诚相待。有件事我想问你，虽然我真的不希望这件事是你做的。你讲。你有去过恩业寺？
壁画后面藏的东西是你拿的吗？你说什么？恩业寺？当我没说吧。好，我们都不要说话了，保存好体力。明天白天我们再呼叫。殿下，淳于，你还活着？是我来迟了。兄弟之间永远不会来迟的。淳于，你的胳膊！这个眼睛画小点儿，那个眼睛画大点儿，鼻子要画挺啊。好好，这个眉毛别那么粗。怎么样？有消息了吗？我再去找。哎呀，你别去了，2天不睡觉了，你不困呐？再说现在侯爷已经知道这件事了，派人去找了。要是有消息，咱们天上居肯定是第一个知道。放心吧，啊！我等不及他们的消息了。我知道你急，但是你得等啊。李瑶，李瑶，你在哪儿？李瑶，李瑶，你给我出来！李瑶，你找我？你又不是李瑶，说你是不是认识他？你把他藏哪儿去了？姑娘，我没时间跟你啰嗦。天上居今天不开门，改天来吧。我偏偏就不改天。姑娘，我们店桌子用的木材都是上好的木材，不太容易砍断。要不我找2个伙计帮你一下？不用，你们京城的人都是一样的诡计多端。如果你们今天不让李瑶出来，那我就不走了。你凭什么就认为我一定知道那个冒充的人到底在哪儿呢？我又凭什么来天上居找人呢？我就是知道，他最喜欢吃你们家的菜了。他也爬过来，喊也喊过来。这个地方不仅仅是晚上没有人来，白天也一样没有。春雨，咱们2个人真要死在这儿了。要是我能够再见瑶瑶一面，那该有多好！不，天无绝人之路，我们一定会得救的。其实没什么，我以前死过一回。我知道，那时候你为了帮我从侯府出走，替我瞒天过海。后来你失意于朝政，我父亲又处处针对你，但幸好你活了过来。不是的，我上一次要死的时候，委屈的万念俱灰，没有一丝希望了。那个时候连陪我说话的人都没有，最后居然在路边一个吃饭的地方，一个素不相识的人陪我聊了2句。春雨，我从来没有像你这样的朋友。如果我早认识你的话，所有事情都不会发生了。我看你是糊涂了吧？我们2个从小就认识，那时候我还小，不情不愿的被我爹带回侯府，从小和尚变成了世子。天无绝人之路这句话，
还是你先对我说的？你忘了吗？哎，你听到什么声音没有？啊，声音，好像是老鼠的声音。老鼠。怎么是湿的？明玉，明玉，啊，快过来！这是湿的，怎么会是湿的？这个地方没有水，这土是湿的。我知道了，春雨，这里一定有地下河。地下河？对，这老鼠就是从地下河道跑出来的。咱们只要把这地下河道挖开，咱们就能出去了。咱们得救了，我们得救了。挖，把这河道挖出来。挖，挖。你是说小景？哎，怎么样？有消息了吗？看来你也没找到。老板娘，画像好了。就算翻遍整个京城，我也要找到你们两个。是他们两个。哎，等一等，你还没告诉我李瑶在哪儿呢。姑娘，我真的没有时间跟你胡搅蛮缠。这样吧，我们做个交易，你告诉我李瑶在哪儿，我就告诉你画上这两个人他们的下落，怎么样？你知道他们在哪儿？哼！哎，你哼什么？你快告诉我！就是呀。你先说。我看你就是随口胡诌。我没有，我看到这两个人在北郊的树林和一群黑衣人打架，其中里面有个男人长得可好看了，拿根箫，我绝对不会忘记的。走。哎，你们等等我呀！这画像不要了，快来帮忙啊！哦。哎，你们等等我呀！李瑶，李瑶，你别跑啊！你给我站住！喂，殿下，春离，公子，殿下，公子，你看，公子，是殿下他们。春离，春离，殿下，殿下，春离，殿下，春离，慢点，春离。你怎么能把我一个人留在这儿呢？你快点醒一醒啊！春离，一次想象中的心意是否坚定？是否是我平添的错觉？我得好好去谢谢太子殿下。如果不是他弄出这些事来，春雨怎么能有机会尝到夫人亲手煨的粥呢？别贫了，多吃点吧。猪肝可是补气血的，亏了你有武功，要是寻常人，在地底下待那么多天，哪还有力气挖地道啊？云雨怎么样了？放心吧，孟云照顾他呢。我给你做了什么，也给他送了一份过去。那就好。哦，对了，你是怎么找到我们的？正好有个姑娘，意外的看到你们在那个树林里。说来也巧，本来呢，她是来缠着我要人的，可是我觉得她找的那个人有点像小景。她怎么了？有肥肉啊？你不是能吃肉了吗？能吃是能吃，但不知道为什么现在吃了肥肉有点恶心啊。挑食。好吧，好吧，我给你挑出来。可是都浪费了呀。我吃了吧。哎呀，没想到等我们七老八十的时候，你眼也花了，牙也缺了，你就这么眯着眼帮我挑那些肥肉，想到那场景，好好笑啊！我这是看你死里逃生，我才给你做这些的。偶像剧的套路是男主给女主挑不吃的东西，就你挑3拣4。好，我不挑，我吃，把这些肥肉都吃了。行吧？我是怕我胖的时候，你不嫌弃我。
还有偶像包袱呀。来，看你吃了。春雨，我们来的不是时候啊。没有。哎，坐吧。小心。我正想去找你们呢。怎么样？你好点没有？我挺好的，没什么事儿。你呢？怎么样了？我也好多了。这几日你就住在天上居吧。好。还有，我们小心逃生的事，千万不可走漏风声。好，一定。你们呀，就让他们觉得你们死在地洞里了，这样呢，太子就会放松警惕，我们正好可以查杨太傅。杨太傅是号称五步成诗的江东才子杨远锡吗？就是他。明月，你被贬之后呢，他成了17皇子的老师。我觉得你那个七桥图8个谋反的字就是他写的。杨太傅他以诗文成名，尤善书法。如果说他要模仿你的字迹，以假乱真一点都不出奇。这么说，杨太傅和太子是一伙的，你后妈也跟太子是一伙的。我知道了，我知道他诬陷你通敌卖国那封信是怎么回事了。通敌卖国？我倒是想起一件事。孟云，你能帮我查一下杨太傅、尤文珍、尤国公和郡王殿下他们之间的关系吗？好。哎，我有点糊涂了，为什么要去查皇长兄啊？七桥图已被毁，若我猜的没错的话，杨太傅还牵涉进当年李清风害死郡王之事。若是我们能查明这个案子，明玉，你父位之事指日可待。好香啊！本宫浅年成了习惯，哪里是几块香片能改变得了的？这龙涎香贵重无比，你还是留着自己用吧。琉璃知道皇姑姑还在生琉璃的气，一切都是琉璃的错。可琉璃始终相信，皇姑姑对琉璃的关爱之情从未改变，就像琉璃心里也一直挂念着皇姑姑是一样的。皇姑姑，那琉璃就先行告退了。这龙涎香，琉璃给您放这儿了。但凡是有最好的，琉璃一定是先呈给皇姑姑，绝没有自己享用的道理。慢着，琉璃，你留下来，其他人都退下吧。是。皇姑姑，我去给您请太医。不用了，他们才刚走没多久，说的都是一样的话，本宫听的耳朵都长茧了。都是琉璃不好，若非琉璃做错事情，皇姑姑怎会被气成这样？你是做错了，而且错的还不止1天2天。琉璃，你贵为郡主，本宫把最好的都给了你，你为何还要去碰那些脏事？皇姑姑，您误会了，那次真的不是我要害纯玉哥哥，你知道的，我怎么可能会害他？那是夏纯风了。也不是。自从琉璃嫁入夏家之后，就时刻谨记自己是夏家的媳妇，有些委屈，如若我们小辈不受，那就得长辈受着。可如果这样，就让皇姑姑觉得琉璃变了，琉璃实在冤枉。你跟尤文珍是婆媳关系，还是一直在思乡受受，本宫心里都清楚。
自古后宫就不得干政，你帮他拉拢太子的关系，本宫本不想多说什么。一是觉得你还小，不懂事；二是觉得他只是一个妇道人家，总不可能翻了天。直到那封信让本宫知道，没想到你们俩心事藏得那么深。皇姑姑，您真的误会了。那尤氏要做什么是她的事，可琉璃从未站在过她那边。若她对您说了什么，你千万不可相信。那你为什么要这么紧张？琉璃自知出身寒微，能有今日的荣宠，不知是几辈子修来的福分。琉璃对皇姑姑的敬爱之心，天地可见。如今琉璃把皇姑姑气出病来，别提心中有多么难过了。若早知今日，不管是那夏春雨还是夏春风，琉璃都绝不可能离开皇姑姑半步。好了，起来吧。你过来。你这嫁都嫁了，还说什么傻话呢？本宫是身子虚，不是眼睛瞎。你若真像旁人说的那样不堪，本宫怎么会留你在身边这么多年？你这孩子呀，心地是好的，但就是太患得患失。琉璃，你要明白，这世间的事情就像手中握住的沙子一样，握得越紧，越容易失去。谨遵皇姑姑的教诲。好了，不哭了，你赶紧回去吧。夏春风把你当成手心里的宝，你出来这么久，他该担心了。可是皇姑姑，你那龙涎香，本宫留着。既然你肯及时回头，自然还是本宫的小君主。不哭了啊！太好了，郡主，长公主殿下总算肯原谅您了。好什么好啊！我来了多少次，被挡了多少次，才换得今天跟皇姑姑和解的机会。都怪尤文珍那个贱妇。哎，对了，最近有她的消息吗？侯爷已经安排手下的人四处去找了，但是还没找到。不管怎么样，我们一定要提前找到她，我不能再给她害我的机会了。嗯。这是我托胡大人在刑部卷宗室里找到的，当年李清风出卖运王殿下的信。昔年运王殿下代父出征，没想到被部下李清风出卖，在莫愁谷遇伏，不幸身亡。事后李清风跌落山崖，不知所踪。李家上下300口，也因为这封信被满门抄斩，无一生还。但是我现在不明白，这件事情跟我们的事情有什么关联吗？云，你好好看看这个船字，想起什么了吗？算了，梦云，你看看。这好像是七桥图上面那8个字：薪火相传，虽死犹生。我相信那个船字也跟这个字一样，都缺了一个点。这是我托胡大人在刑部卷宗室里找到的，当年李清风出卖运王殿下的信。昔年运王殿下代父出征，没想到被部下李清风出卖，在莫愁谷遇伏，不幸身亡。事后李清风跌落山崖，不知所踪。李家上下300口，也因为这封信被满门抄斩，无一生还。但是我现在不明白，这件事情跟我们的事情有什么关联吗？云，你好好看看这个船字，想起什么了吗？算了，梦云，你看看。
这好像是七桥图上面那8个字：薪火相传，虽死犹生。我相信那个传字也跟这个字一样，都缺了一个点。你的意思就是七桥图上的8个字，还有这封信，都是杨太傅写的？不对啊，杨太傅不是特别擅长模仿别人的字迹吗？那为什么这个传字永远都少一点？这不等着被人发现吗？这不是等着被人抓，他是根本不自知。我查过了，杨太傅的母亲姓萧，闺名传芳。杨太傅诗书传家，自然对这些礼法上的忌讳比一般人更在意。他写的传字都少了一点，是为了避开母亲的名讳。这种习惯从小养成，长大了就改不了了。而且我查到尤国公对杨太傅有知遇之恩，杨太傅为尤家卖命，自然也就想得通了。这就是传说中的皇家无兄弟吗？想不到太子不仅害了你，也害了他的皇长兄。但是有一件事情我还是想不明白，哎，春月，你是怎么想到去查皇长兄的案子啊？我想起了皇上说过的一句话：若不是那个李清风通敌卖国，朕的长子怎会英年早逝？我在江湖闯荡多年，也曾经听过李清风这个名字。他在从军前是个游侠，济世救人，素有侠名，不像是卖主求荣之人。且民间盛传，莫愁谷之变，李清风也是被冤枉的。我当时也没有多想，后来还是因为瑶瑶她跟我提起杨太傅，他这个人特别擅长模仿笔记，我才会有此猜想。现在结果证实了，太子极可能联合了尤家，害了皇长兄。哎呀，真是可叹呀！这皇长兄和如今的太子郑明谢，可是一母所出啊！这个郑明谢也太凶残了，这样的人不把他从太子的位子上拉下来，留着他过年啊！所以我们现在的问题是要如何在皇上面前撬开杨远新的嘴。转他做污点证人。杨远新，阁下是何人？我李家300多条冤魂，都在地下等着你呢。你是你？不错。在那儿！站住！杨太傅，清风剑客的回风无力武士，倒是多年未曾见了。杨远新，算你命大！别追了！是他，真的是他。杨太傅，昨晚杨太傅遇刺之事，你听说了吧？京兆尹已经通报此事了。殿下的意思是，要我派人去保护杨太傅？不，那个人用的是回风五柳氏，又自称要为李家报仇。你说他是谁啊？不会吧？运王死后，我记得他不是也掉下莫愁谷，尸骨无存了吗？就算他还活着，那为什么现在跑来追杀杨太傅？夏淳于和郑明玉怎么样了？哦，皇上跟侯府都在派人找他们，但一直都没有消息，怕是……那就好。等这段时间过去了，我们再把他们的尸骨起出来，也算在父皇面前讨个好。至于杨太傅的事，本王不管他是不是李清风，都不想让杨太傅有机会说出一些本王不想听到的话。你知道该怎么做了吧？明白。还有那个尤文珍也知道一些内情，一并处理了吧？是。
多谢夫人。哪儿的话，若不是你及时通风报信，我可能早就身首异处了。该说谢谢的是我。我们也是各取所需。夫人保重。你带我来天上居干什么呀？你又不是不知道，我一向跟着天上居犯冲，想吃的东西总会莫名其妙的没有。你最近胃口不太好，这天上居又出了新的菜式，所以就带你过来尝尝。你放心，我已经提前预定好了，不会没有的。你好，珊瑚水晶卷，请慢用。来，二位客官觉得如何？不错，酸脆爽甜。这是怎么做的呀？我让小雅学一学，以后啊就不用特意来天上居吃了。这珊瑚水晶卷原是由白萝卜、山楂和糖桂花制成的。糖桂花？我从小就不能吃桂花，一吃就浑身痒。客官请放心，刚才有位夫人去了我们厨房，说了公子不能吃桂花，我们调换了其他食材，但不会影响它的口感。知道我不能吃桂花的只有我娘。娘，娘，你在哪儿啊？春风，哎，你慢点儿！春风，哎，你没看到我娘？春风，你慢点！春风，春风，没事吧？娘，春风，娘，春风，没事吧？琉璃，你知道吗？那个人肯定是我娘。她离开了侯府，却还在默默地关心着我。春风，我那次说那样的话，她肯定是生气了。我心里是后悔的，她肯定不愿意见我。不是的，眼下侯爷正在气头上，哥哥又不知道在哪里。婆婆出去躲一躲也是好事，若她出来见你，不是让你为难吗？你放心，过段时间她一定会回来的。琉璃，谢谢你陪在我身边。我是你的妻子，我不陪你谁陪你？我们先回去好吗？现如今，夏春雨一心置我于死地，侯爷不要我了，太子也视我如弃子。春风啊，往后娘亲是再也不能照顾扶持你了。哎，殿下，您慢点啊！您慢点，殿下，您慢点，慢点。啊，杨太傅，本王今日啊不想读书。那微臣给殿下说笑话，解闷儿啊。本王的意思是，最近你都睡在宫里，还和本王住一个屋子，你就不惦记家里的妻儿老小吗？皇上把教导殿下的重任交与微臣，微臣自当昼夜不离殿下左右，怎可因私废公啊？况且家中诸事由贱内打理，无需担忧。哦，那你就在这儿待着吧，本王现在要去如厕。哎，殿下，那就让微臣来伺候殿下吧。不是吧？这你也能服侍啊？殿下眼中的小事儿，在微臣这儿都是1等1的大事儿。哎，殿下慢点，殿下你慢点，殿下等等我，殿下。将军，这老狐狸和永王殿下每天形影不离，咱没机会下手啊。急什么？这永王殿下又不能护他一辈子。江公公传来消息，说明天皇上和太子要设家宴，款待西敏来的阿阮公主，17皇子也会去。太子殿下他知道有人在找杨太傅的麻烦，他为了防止事情穿帮，
肯定会想要杀人灭口。但杨太傅也不笨，他知道在17皇子身边安全，所以就找他当保护伞。这个所谓的家宴，就是太子为拆开杨太傅和17皇子特意举办。我看杨太傅他过不了明天了。啊，那怎么办啊？我有办法。一会儿是家宴，杨太傅，这你就不用跟着了吧？你再跟着，父皇也要不乐意了。啊，是。啊，殿下能否拨几个侍卫来保护微臣呢？你为什么需要保护？微臣，实不相瞒，微臣最近赌钱欠了些银子，所以本王给你还上不就行了？哦不，微臣欠下的银子，怎可让殿下来偿还呢？这些银子，微臣自己会还上的。只是希望殿下能看在微臣教导殿下的份上。好吧，本王派几个人跟着你。哦，一定要找高手啊！知道了，一会儿别再跟着本王了。哎，好，殿下那您早去早回。哎，殿下，微臣会进宫等着你的。不是杨太傅，你是什么人？上！杨远熙，谁？出来！你是？怎么，连老朋友都不认识了吗？李清风，你不要杀我！不要杀我！来人！来人！来人！何来将军，你来的正好，快杀了李清风这个逆贼，杀了他！不，李清风不是逆贼，你才是！你，我就知道你们要杀我灭口！皇上，玉皇殿下救命啊！皇上，不要杀我！皇上，玉皇殿下救命啊！这么厉害的蜡烛，你从哪儿弄来的？50伞，很早以前的事了。快走吧，我们赶紧跟上老狐狸。好。阿阮啊，你来京城有些日子了，喜欢京城吗？还行，挺好玩的。那你想不想一直待在京城啊？皇上的意思我明白，想让我嫁到京城嘛。嫁人没关系，但嫁给谁呢？我要自己选。公主性子直爽，朕很欣赏。明谢呀，这些日子你要多介绍一些我朝的青年才俊给公主啊，带她在京城好好玩玩。是，父皇。我跟你不太熟，还不如去找淳于哥哥呢。父王跟我说，来京城一定要找淳于哥哥，但是他人在哪我都不知道。站住！不要管！不要杀我！走开！站住！走开！来人，护驾！不要管！走开！走啊！走啊！走啊！别管了，皇上，
皇上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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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微臣，别过来！杨远熙，你在这里做什么？给本王退下！太子，不要杀我！你再往前走一步，我就杀了他！杨太傅，你在发什么疯？皇上，微臣没有疯，我只想让你知道事情的真相。他们都要杀我，他们都要杀我！来人，给本王拿下！公主，你没事吧？我没事，我们是不是在哪见过？逆贼惊扰圣驾，给本王乱刀砍死！慢着！殿下为何如此着急？是啊，让这杨太傅把话说完嘛。这个杨太傅看着就是疯了，他挟持公主，罪无可恕。儿臣是担心您的安全。皇上，皇上，皇上饶命啊！皇上，微臣罪该万死。皇上，当年越王之死，微臣虽参与其中，但是这幕后的主使，这主使就是太子殿下。杨远熙，你可别血口喷人！啊！殿下，如果你问心无愧，何必急着杀人灭口？本王算是明白了，父皇。这都是夏纯瑜和郑明玉在您面前做的一场大戏啊！郑明玉一心想要做回誉王，而这个杨太傅，就是被他们收买的。父皇，他们说的你一个字都不能信呀！你就是纯玉哥哥啊！对了，我想起来了，上次你们被人追杀，还是我去找天上居老板娘来救你们的呢。你们被何人追杀？启禀皇上，微臣和明玉遭人追杀还在其次，关键是9年前誉王殿下在莫愁谷之变中丧生一事，另有隐情。这么多年来，凶手一直还在逍遥法外。这封书信，至多只能证明杨太傅诬陷了李清风，靠他一人之词，不足以证明太子授意啊。父皇英明，夏春瑜，你污蔑储君，死罪。请皇上您想一想，杨太傅他为何要冒死，在皇上面前说出事实？是否有人知道自己的罪行要败露，意图杀人灭口？胡说！这杨远新方才一副疯疯癫癫的样子，明显是受你所摆。你别以为你把一桶脏水泼在本王的头上，就可以减轻你谋害皇子的重罪。现在你只要把夏春瑜和郑明玉威胁恐吓你的事说出来，本王就留你个全尸。我不知道，我不知道，我真的什么都不知道啊！皇上，皇上，求你饶了我吧！皇上，千万别杀我呀！杨太傅与誉王殿下之间无冤无仇，他又为何要这样做？誉王殿下是嫡长子，他要深得圣眷。莫愁谷之变，究竟谁是最大的得益者？夏春瑜，你这是诛心之论！好了，这样，叫人把杨远新押入刑部大牢，秋后问斩吧。皇上，皇上饶命啊！皇上，皇上饶命啊！皇上，皇上饶命啊！如果他今天说的不是实话，为什么他家上下几百口会在几天之内遭人屠了个干净？你说什么？杨大夫，你为求允王殿下的庇护，一直藏在宫中，但你可知道他们下手有多狠毒吗？我赶到现场的时候，也只来得及救下你的小孙女。兰儿，兰儿。兰儿，我对不起你们啊，兰儿。夏春瑜，你简直可笑至极！本王根本就不知道杨家到底发生了什么。再说杀人放火的事，不是你福一公子经常干的事吗？哎，你胡说够了没有啊？杨大夫，你再想想。有什么具体细节，可以证明你是受人指使的？皇上，皇上，微臣想起来了，微臣有一件事，能够证明幕后主使就是太子。当年是尤国公和夏侯夫人尤文珍找到了我，然后太子下令让我写了那封信。尤国公在世时有恩于你，你现在这么污蔑他，你心里能安吗？我杨允熙
多行不义，噩梦缠身，唯有此刻最为心安。太子，我清楚地记得，那封信是我用了殿下你的南越藤旨写的。皇上，皇上，请您明察啊！皇上，皇上，这的确是南越藤旨。这南越藤旨是当年的贡品，朕记得只给过你和运王。那就是他用运王的藤旨写的。父皇，不关儿臣的事啊！小人记得，当时运王妃喜爱写字消食，运王殿下宠爱王妃，出征前把这批藤旨都留在了京城。而太子殿下当时是随军副将。你一个太监懂什么？这真的不关儿臣的事啊！或许是运王府流出的1、2袋藤旨呢？你还不住口！运王府远在千里之外，朕问你，谁能拿运王府的旨去出卖行军中的运王？明谢，朕一直以为你是才智学识不如你的皇长兄，不愿相信你的心肠如此歹毒。如今人证物证皆在，你还有什么可说的？父皇，父皇饶命啊！父皇，皇上，皇上，还有一事，那七桥图上的8个字，也是太子和夏侯夫人指使微臣写的。皇上，来人呐！在。这2个人押入刑部大牢。父皇，父皇，父皇，不要啊！夏春雨，从今日起，你全力捉拿尤文珍，还有明玉，你也该换个地方住了。是，皇上。你还是记恨朕的，不愿叫朕一声父皇。儿臣不敢，父皇。哎，这是什么新鲜玩意儿啊？绞肉机啊！绞肉机，试试。它怎么用啊？你把肉放到这里面，然后转。转是吧？好，转。哇，好神奇啊！是吧？我之前找纯风做了一批厨房用具啊，最近陆续送来了。哦，看来今天你是要大干一场喽？那是，庆祝名誉复位嘛。哎，这厨房怎么就你一个人呀？这么重要的事，当然得我亲自出马了。我给后厨都放假了。哦。哇，红烧仔排！和尚，这个得文火慢慢的焖，这样红烧紫排呢才可以骨香浓郁，肉质软烂，纯吃货。哎，对了，我开饭馆这么多年，从来没见过这种做香菇的方法呀。是吧？这可是现代铁板香菇的做法。不过呢，我可是有改动的哦。说来听听。我是将肉泥塞进香菇里，这样呢，肉香和香菇的香融合在一起，特别能刺激人的嗅觉。最后呢，要煎到7、8分熟，加入提前调好的汤汁，再加少许淀粉，烧煮片刻。这样呢，香菇呢就可以吸收汤汁里的水分和味道，这样吃起来更加的爽滑可口。懂我。哎，对了，你这道蟹你想怎么做啊？这个叫炒三突。三突用雄蟹的膏、雌蟹的黄、鲅鱼的肝。哎，鲅鱼你没听说过吧？这个呢是河豚的变种。河豚？哎，没有毒的哦。哎呦，这可是荣夫人随园食话里记录的江南名菜。哦，三突，难道是3个秃子的意思吗？才不是呢，秃在吴语当中和忒是同音哦，忒好就是特别的好。那三突呢就是 best of the best， 精品中的精品，极致中的极致。虽然这道 best 它的名字不是很好听，但是我想一定是很好吃，所以说做好了提前告诉我一声，我先吃一口，一会儿他们俩来了我就吃不着了。不许偷吃，不给就算了。哼。这第一杯，敬母亲、师傅，还有玄烨大师。虽然尤文珍还在逃，但是他大势已去，你们在九泉之下可以安心了。来，咱们一起。来。
明玉，第二杯我要敬你。从明天开始，你又是誉王殿下，我夏春雨不能再叫你明玉了。春雨，你不要说这种话。无论我做不做这个誉王，你都是我的好兄弟，一辈子的啊！好，来，干杯！好兄弟，来。不过呀，说实话，如果我真的能再选择一遍的话，我真的不愿意做这个誉王。为什么呀？这天家的登顶之路啊，都是一路上铺满了鲜血走过来的。父皇子嗣众多，都是使出了浑身的解数，想要去讨好他。恐怕呀，我这以后的路会如履薄冰。如今像咱们这种愉快开心的日子，就过不上了。明玉，你想太多了。若是为了天下苍生，这一切都是值得的，不是吗？是啊，而且太子已经被软禁了。你兄弟人数虽然多，有竞争力的没有几个。我看你马上就要入主东宫了。今天这么开心的日子，咱不聊这个，来干杯！来，好，走一个，走一个。哎，吃菜吃菜，快尝尝我的手艺，我新发明的几个菜。好好好。哎呀，你这种方式剥虾，明天你都不，后天你都吃不上。谁说的？我不小心呢。你就别剥了，一会儿再扎到手。这么难剥啊？好了。这么快啊？来呀，来呀！哎，你们够了啊！要不怎么说呀？只羡鸳鸯不羡仙。好，给你也包一个。羡慕你们。哎，不过春雨啊，说实话，我其实最想过的日子是你的日子。我也想做一个拂衣公子，真的。我从小的梦想就是做一个江湖的大侠，来行侠仗义。做什么誉王我真的不想。明玉，你想太多了吧？你想太多了吧？你这武功学的那么差，武功学的那么差，还是回去做你的誉王吧。还是做你的誉王吧。哎，不能用吧，誉王。好，哎，不过咱们可以这样啊，咱们浪迹天涯一起。对呀，浪迹天涯。让我们红尘作伴，活得潇潇洒洒，策马奔腾，共享人世繁华。好，干杯！请干上一杯，让心情可以随风来。再迈开步动起来，与主好事统统来。我们就像被注定的成功者，从来不失手，所有的情绪感触都可以尽情于施展。让我们再次开始放松放空，大海有100岁，啦啦啦啦啦！祝愿以前的道路全都能够畅通无阻，屏蔽掉所有的不公道的坏人和事物。不管是谁，不管他们话里有多少话，不管是谁，当正义来临，妖魔鬼怪全跪下。我是行动派的艺术家，打倒一切阴谋和虚假。春风，你一天都没怎么吃东西了。方才我梦到我母亲了，她一个人在大雨里面摔倒了。我想跑过去扶她，但是我怎么着都跑不到她的眼前。梦都是反的。母亲即使不被抓，下半辈子也会一直逃亡在外。你担心婆婆，也要注意自己的身体。来，我吃不下。以前我们这个家虽然有所争吵，但是怎么着也是一家人。可是现在呢？父亲去了个夜寺进修，不愿回来。母亲被哥哥追捕，这个家就这么散了。你别哭，你是男人，是我的天，怎么能随随便便掉眼泪？我倒有个法子，或许能让他过得好一些。
什么法子？那日在天上居，你不是瞧见他了吗？他这么关心你，一定不会走远。我们引他出来，到时候准备好银两和车马，偷偷把他送去江南安顿下来。待这件事情过去后，我们再去探望他。怎么？是我这个办法不够好吗？我想到我母亲以前那样对你，你现在却帮着她，琉璃，你真是太好了。无论他做过什么，她是你母亲，也就是我母亲。过去的事情，我早就放下了。现在在我心里，只有我们的未来。夏二公子得了怪病，高烧不退，连御医都医不好。哎呦，正在重金求名医呢。御医虽然不算是御医一般的医生，这谁说不是呢？是啊。陈峰，陈峰，娘，这些日子没见，您可还安好？还是十分挂念您。我也十分挂念你啊！怎么样，身体好了吗？还烧不烧啊？娘，我没生病，这是琉璃给我出的主意，能引您出来跟我见一面。对了，这是银两，您拿好啊。琉璃已经在外面备好马车了。你个傻孩子！娘，怎么了？琉璃恨我入骨，这一定是他设下的圈套。孩子，娘先走了，有空再回来看你。娘，您误会他了。娘，你去哪儿啊？刘氏，别来无恙。看我出手的速度必须超前，铁锤风斩断你的谣言，所以不管你是哪时还是朝鲜，真的浑水我先到了，自古人生出少年。十里眼里我都像，不知疲惫的千里马，苦练刀像棍棒，所有兵器都能耍，耐力增长速度就像做成饭，他们全在研究如何对我进行出准猛打。怕什么？我活得逍遥自在，火焰四还是因为名声在外，不请自来者是我一骑勾拳，心口开合者小心这几周连。对了，忘了告诉你，双截棍在我手里，耍得有点有理，哪样兵器都不能比你。他占有我的身体，看到你不费吹灰之力，我的一身正气把小人全部踩在脚底。别靠近我，我见着拆招，所有剑敌不过我三招，的路线打得不可开交，只有双截棍轻松把你击倒。别靠近我，我见着拆招，所有剑敌不过我三招，的路线打得不可开交，只有双截棍轻松把你击倒。需要深吸一口气，绝杀的功力不是为了某种功利，内心的忠义让血液流淌动气，强大的冲劲是为了身边的兄弟，所以我在不断重复，让他慢慢在体内融入，成为我致命的毒，必定耍得汽车输入。看我每次手臂跳力的幅度，发誓一定要成为这天下独步。怕什么？我活得逍遥自在，火焰四还是因为名声在外，不请自来者是我一骑勾拳，心口开合者小心这几周连。带着下场一股，却深藏不露。不得为主的信念雷打不动，多年集体我的名字只是儿子不详，磨练筋骨酷劲一直没人睡在路旁。别靠近我，我见着拆招，你所有剑敌不过